如果北京的政权在一夜之间崩塌，中国会发生什么事？会不会出现一周之内5座大城市相继造反，全面失控的震撼场景？经济会不会瞬间雪崩，让普通百姓陷入民不聊生的绝境？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，但让我们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各地的隐忧，就会发现，一旦中央的权威土崩瓦解，多年累积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或许会如火山般全面喷发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以时间线的方式，结合现实状况，带大家想象这惊涛骇浪的7日。第一天，北京政权轰然倒下，天津率先掀起巨浪。消息传出，北京高层全力真空，全国震动。与北京一河之隔的直辖市天津首当其冲，局势在数小时内就失控。天津市区的街头弥漫着紧张气氛，数百名市政府公务员和教师聚集在市政府门前，情绪激动地讨要心想。原来早在北京政权倒台之前，天津政府的财政就已经捉襟见肘，官场盛传工资要发不出了。当中央垮台的消息传来，果然天津的财政撑不住了。市公安局、环卫系统等许多单位的员工收到通知，工资发放将无限期延迟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愤怒的公务人员和他们的家属走上街头，要求一个说法。一些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人群，他们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从此化为乌有。更可怕的是，现役的警察和城管人员此刻也士气涣散，他们的上司跑路的跑路，失联的失联，没有人出来维持秩序。一时间，天津街头竟出现了罕见的真空状态，百姓在抗议，警察袖手旁观，局势开始自行发酵。为什么天津会如此脆弱？要知道，天津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直辖市，财政早已不堪重负。从2016年开始，天津经济步入衰退，财政收入逐年下滑，但债务却一路狂飙。天津前任市委书记李鸿忠执政期间大搞政绩工程，大量借债上项目。在他主政的6年，天津市政府债务余额从1227亿元飙升到8645亿元，翻了将近7倍之多。政府举债增速全国罕见，导致负债率一度传闻高达 500%， 财政几近破产。如此沉重的债务压力，使得天津财政早就入不敷出。近年来，天津有许多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烂尾停工，马路上高楼林立，却有不少是空壳。大楼施工到一半就因资金链断裂而停摆，市政府捉襟见肘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传言说，天津甚至动用过非常规手段借钱发工资，例如向寺庙、国企拆借资金，勉强支付基层人员薪酬，可谓无计可施。中央当局对天津的债务危机其实心知肚明，早在2023年底，国务院就点名天津为债务重灾区之一，要求停止新增投资项目，缩减基建规模，以防债务违约拖垮金融体系。今年8月，人民银行等多个部委还联合发文，提出种种金融支持措施，要给天津输血，这在以往极为罕见，显示天津问题已经严重到需要中央破力救援。然而中央的倾斜并未解决根本问题，反而引起其他省市的不满。凭什么只有天津这样的直辖市能获特权救助？其他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省份，如贵州、云南、辽宁等，也在暗自叫苦，地方官员们人人自危。如果说北京政权崩塌是导火索，那么天津这桶炸药早已装满硝石。当日傍晚，抗议人群愈聚愈多，甚至传出有激进者冲击市政府大楼的消息。天津市的一些区县也陆续爆发骚乱，滨海新区的大批建设工程欠薪工人涌上街头讨薪，武清区一些企业因政府补贴停发而停产，工人堵住公路请愿。天津这座曾经繁华的直辖市，如今债台高筑，在中央失控的第一天就率先炸锅了。第二天，多米诺骨牌倒向中原，郑州陷入金融风暴。北京政权崩塌的第二天清晨，千里之外的河南省会郑州出现了惊人的一幕。人民银行郑州分行的大门外挤满了绝望而愤怒的人群，这场景仿佛再现了1年前的记忆。数以千计的储户高举着横幅，横幅上写着还我存款，没有存款就没有人权等醒目标语。他们高喊着口号，要求政府归还自己在银行的存款。一位中年男子站在人群前头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
我们的血汗钱去哪儿了？他的眼角含泪，身旁是年迈的父母，他们一家几十年的积蓄都存在村镇银行，如今生计断绝。在场的人许多都是来自河南各地以及全国多个省份的普通储户，他们的存款莫名其妙取不出。如今中央政权垮台，他们更担心再也讨不回这笔血汗钱了。此前他们一次次上访，却遭遇公安驱散、神秘黑衣人殴打，甚至健康码被恶意转红码限制行动。这一次终于没有人再来阻止他们，于是人们的怒火全面爆发了。郑州市内好几家银行门口都挤满挤爆，提款机早已被疯狂取款的人群抢空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部分积怨已久的市民开始冲击银行网点和政府办公楼，他们踹开营业厅的玻璃门，高喊要讨回公道，甚至有激动的储户撬开了银行金库的大门。然而金库里空空如也，银行早已挖空了资产，人们从绝望转为恐慌和愤怒，现场陷入失控。有人开始把椅子、电脑摔向街头发泄，警察呢？此刻郑州街头的警察明显人手不足，他们也在骚乱中游移不定，毕竟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可能是受害储户。据报道，有些警员干脆扔下盾牌，默许人群冲破封锁线。短短半日内，郑州金融区陷入无政府状态。郑州的乱局并非空穴来风，追根溯源，早在2022年，河南就爆发过震惊全国的村镇银行取款难丑闻。当年河南多家村镇银行无预警冻结了数十万储户的存款，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元。这些银行的幕后大股东内外勾结，侵吞资金，导致银行资金链断裂。然而储户们奔走维权时，却遭遇当地政府骇人听闻的打压，他们的健康码在未出门的情况下被赋予红码，变成高风险人员，寸步难行。好不容易聚集到郑州示威，又被一群不明身份的黑衣人暴力殴打驱散。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撕裂了政府与百姓间最后的信任。后来虽在中央压力下，河南当局陆续清退了一部分小额储户的存款，但许多大额储户的血汗钱至今没能完全取回。民间盛传不少官员卷入了这场金融弊案，包庇掏空银行的幕后罪魁。可以说，河南郑州埋下了一颗金融维稳的地雷，早就闪烁着危险的红光。当北京政权一倒，河南当局自顾不暇，这颗地雷便轰然引爆。而且郑州这座城市近年来可谓多事之秋，银行风波只是其一，房地产暴雷又是其二。河南各地有许多烂尾楼盘，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后工程停工，大批买房的普通人既交了首付又背着贷款，却住不进新房，怒而宣布强制停贷。2022年下半年，郑州就出现过数百名业主在烂尾楼空地上举横幅抗议，喊出烂尾停贷政府买单的口号。虽然当局出面安抚，但许多烂尾楼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，业主们怨气冲天。还有2022年，郑州富士康工厂因防疫风控发生群体性事件，成千上万的青年工人逃离封锁，徒步数十公里返乡的视频曾震撼世界。不久后，富士康又因薪资问题爆发暴力抗争，工人大闹厂区，要求补发承诺的奖金。这些事件让郑州埋下了劳资对立和青年失望的种子。再往前，2021年夏天，郑州经历特大洪灾，地铁被淹，官方被质疑瞒报死难人数，市民对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，种种创伤重叠，使得郑州这座中原重镇的民众对当局极度不满，却又长期被高压维稳压抑着。一朝闸门打开，洪水倾泻而出。当北京不再稳如泰山，郑州的积怨终于全面爆发。在混乱的第二天傍晚，郑州街头可以看到熊熊燃烧的火光，那是愤怒的市民点燃了象征权威的政府招牌。金融风暴正在转变为全面的社会动荡。第三天，北国风雷激荡，沈阳工人怒吼响彻关外。第三天清晨，东北的沈阳传来惊天动地的吼声。曾经作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的东北，如今经济萧条，民生困顿，终于也站到了火山口。事情的导火索源自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。2天前，沈阳市铁西区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。
一名60多岁的男子在住宅小区持刀随机砍杀路人，造成多人死伤。警方通报称嫌犯有精神病史，然而民间舆论却将矛头直指当前的社会困境。有网友质问，为什么这些年随机伤人事件频传？是不是因为太多人生活无望，走投无路？事实上，经济持续下滑，高失业率与社会隔阂已被专家认为助长了此类极端案件的发生。尽管此前政府严控枪械刀具，但当人心彻底绝望，菜刀也能变成抗议的武器。沈阳这起惨案让东北民众长期压抑的悲愤情绪到达顶点。到了第3日清晨，数以千计的下岗工人、退役军人以及城市贫民汇集到沈阳市政府门前，他们举着以前不敢出现的旗帜，旗帜上写着"还我工作，恶寒交迫，无法苟活"等大字。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队伍最前列，这些都是当年国企改制中被迫买断工龄的老工人。20多年前，他们在沈阳、辽阳就组织过维权示威，只是当时信息不畅，被官方悄悄平息。如今暮年生活无依，又见年轻一代重蹈覆辙，他们决意站出来最后抗争。一位叫张师傅的老工人激动地说，我们老了，但不能看着孩子们也没饭吃。张师傅的儿子今年30岁，从小看着父辈工厂倒闭，他自己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，却一直失业在家，靠跑网约车糊口。近来油价上涨，生意惨淡，连网约车司机的活都干不下去了。像张师傅儿子这样的年轻失业者，东北比比皆是。据统计，整个东北3省去年全年新生儿仅35万，年轻人大批流失。东北的人口结构断崖式下跌，房屋大量空置，许多城市的繁华商圈如今空空荡荡，被戏称为鬼城。沈阳这座昔日奉天府，如今却陷入前所未有的寒冬，工业停滞，财政困窘，店铺关门，人才出走，几乎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经济萧条带来的刺骨寒意。在北京政权垮台的消息传来之后，东北的百姓本就心神不宁，沈阳这起随机砍人案更成了泼向鸡血的一瓢热水，激起了整片冰原的不安。第3天上午，聚集在沈阳市政府前的队伍越来越庞大，从老工人、退役军人到年轻毕业生、出租车司机、农民工、各色人等齐聚一堂。许多人胸前佩戴着当年的劳动模范奖章或者军功章，象征他们曾为国家奉献青春，现在却被遗忘和抛弃。一名退伍军人手举退伍证书，泪流满面地质问官员，我们把青春献给国防，如今为何沦落街头？他的身旁是几位在街头饿晕过去的年轻人。就在不久前，有视频显示一位四川来的年轻小伙在沈阳街头饿倒，被好心路人发现。这说明失业与贫困已让部分年轻人流落城市街头，无家可归。如此凄凉的景象出现在曾经引以为豪的工业基地，让东北百姓既心酸又愤怒。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安全形势的恶化。由于经济凋敝，这2年东北的社会治安隐隐恶化，黑吉辽3省刑案频发的说法在民间流传。前阵子在吉林四平，一伙歹徒光天化日之下持械伤人，哈尔滨闹市也发生过驾车冲撞人群的恶性事件，这些都让百姓人心惶惶。结果北京一倒，官方维稳系统陷入瘫痪状态，老百姓更觉得再也没有安全感，只能走上街头自救请愿。沈阳的抗议群众在中午时分开始冲击市政府大门，部分激动的年轻人和防暴警察发生推搡，还有人夺下了警察的盾牌。据说一些沈阳本地的黑社会团伙也趁乱出没，有人混在队伍中煽动打砸，一时间沈阳的街道陷入半瘫痪，公交停驶，商店紧闭。东北其他地区也风声鹤唳，长春传出有石油化工厂工人罢工，哈尔滨有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抗议高油价，甚至一些县城也爆发了退役军人堵路事件，要求发放优抚金。第3天傍晚，整个东北大地仿佛沉睡的熊被刺痛苏醒，到处响起低沉却越发洪亮的怒吼。那吼声既是对现实的不满，也是对未来的迷茫。辽阔的关东平原上，无数双眼睛在黑夜里盯着南方。
盯着北京倒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，他们在等待一个说法，一个奇迹，或者一场更大的动荡。第4天，南国硝烟四起，深圳繁华幕后的梦碎时刻。北京政权垮台的消息传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时，已是第3天的夜里。这座昔日从小渔村崛起的国际都市，表面上灯红酒绿，夜色中依然有摩天大楼在闪耀霓虹。然而光鲜的外表难掩内里的萧条与不安。进入第4天凌晨，深圳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。这场骚乱源于一起看似琐碎却引爆民怨的事件。深圳龙岗区的一处城中村夜市里，城管人员深夜驱赶路边摊贩，再度对一名女摊贩动粗，推搡之间，摊贩的热汤翻滚，烫伤了围观的孩子。这一幕被人拍下视频，很快在微信和抖音传开。无数底层劳动者被彻底激怒了，连摆个小摊讨生活都不让，我们还怎么活？数百名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自发赶到事发地，声援受伤的摊贩家属，对城管的粗暴执法表达强烈不满。随着现场人越聚越多，情绪越烧越旺，喊声四起。不多久，上千名闻讯而来的群众将整条街道围得水泄不通。有人推翻了城管的执法车，有人向空中抛洒传单，那些传单上用简体字写着：深圳不再让我们幸福，我们只剩愤怒和饥饿。还有人挥舞着外卖员的送餐保温箱当作象征物，高喊还我饭碗。凌晨时分，深圳警方调集了防暴队，试图驱散人群，但现场的外来务工人员太多，情绪太激动，警方寡不敌众，反被愤怒的人群冲散。据说龙岗区几个派出所的民警在与示威者冲突时甚至一度撤退，因为他们实在不愿对曾一起吃饭聊天的邻里街坊动手。深圳的这场大规模骚乱迅速向全市蔓延，犹如干柴遇烈火。为何深圳的民怨如此沸腾？因为这座以梦想著称的城市，近2年来梦想破灭的声音此起彼伏。疫情之后，深圳经济并未如预期反弹，反而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。大批外资和台资企业陆续撤离，制造业工厂倒闭潮席卷珠三角。那些曾经热火朝天的电子厂、玩具厂现在空空荡荡，工厂搬走了，产业链断了，数以万计的工人失去了工作，服务业也受到重创。没了制造业工人和商务旅客的消费，很多商场门可罗雀，写字楼办公室空置率不断上升，就连曾经遍地开花的星巴克、麦当劳在深圳也关门了不少门店，一些直接退出了中国市场。深圳街头如今可谓人走楼空，地铁车厢变得空荡，曾经拥挤不堪的 CBD 现在安静的让人不习惯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深圳出现了许多露宿街头的流浪者，甚至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和工程师。有视频显示，在深圳龙华汽车站的天桥下，广场的角落里铺满纸板和简陋的毯子，不少失业的人就睡在那里。一名接受采访的男子说，他曾是软件工程师，失业后交不起房租，只好长期睡在桥洞下或者公园里。现在他已经习惯在露天地板上过夜，白天到处找零工糊口。还有建筑工人、快递员、外卖骑手等等，也是如此光景。这些曾怀揣梦想到大城市打拼的人，最终却连栖身之地都没有，真是城市的讽刺。有人拍到画面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流浪的年轻人们晚上啃着方便面充饥，口渴了就近街自来水喝。而摩天大楼里空荡的总部办公室里，空调还在嗡嗡作响，高楼林立，却无人栖身，成了一座座冰冷的空壳。深圳曾经是无数中国人心中的希望之城，年轻人相信只要敢拼，就能在这里出人头地，有所成就。然而现实变了调，如今的深圳被许多人称为3高3低的困都：高物价、高压力、高失业、低希望、低收入、低安全感。表面上车水马龙，繁华依旧，但内在早已透着一股凄凉荒凉的味道。许多深圳本地网友直言，城市荣光不再，如今只是被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困住的困境之都。然而，在政府眼里，深圳仍被当作改革开放的模范窗口，当局死死抓着这份光环不放，甚至不愿正视经济困局。他们试图粉饰太平，禁止人们讨论企业外迁、裁员潮等不稳定信息。
有人爆料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当局对想撤离深圳的工厂企业设置了重重障碍，台资企业想搬厂，要层层备案审批，资金汇出也被严格审查拖延。有些老板试图悄悄关门走人，结果被官方派人堵在厂门口不让搬机器，甚至传出当局半夜派人驻守工厂，防止设备被运走的戏剧性场景。这一切让投资者人心惶惶，唯恐自己资产被困在中国。可以说，深圳这些年的繁荣神话如今像肥皂泡一样破灭，留下一地鸡毛。当北京的中央权威瓦解后，深圳人再也不抱幻想，满腔的怨气愤然喷出。第4天白天，深圳的抗议从龙岗蔓延到全市各处。福田 CBD 有失业的年轻白领举牌静坐，南山科技园有程序员拉横幅，要求停止封锁产业链外迁的消息，让坏消息见阳光。宝安和坪山的工业区则出现上千名失业工人上街游行，他们高喊着还我们工作，饿扁了也要讨债。甚至连深圳引以为傲的高科技产业也爆出劳资冲突。有消息称，深圳一家著名科技公司的员工在园区内举行罢工游行，他们举着写有拒绝996血汗，加班不再免费的标语，抗议长期无偿加班和裁员潮。深圳这颗南中国的明星城市在第4日彻底坠落凡尘，爆发出全方位的民怨怒火。一时间，南国大地硝烟四起，梦想之都梦碎成空。第5天，西南烽火燃烧，重庆直辖市响起滔天怒吼。当风暴从华北、中原、东北和华南一路肆虐而来，西南的山城重庆也终于无法平静。第5天清晨，长江边的重庆市人民广场上空回荡起一阵惊心动魄的呐喊：打倒红色法西斯，推翻共产暴政。这口号透过高音喇叭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，许多市民隔着窗户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不久前的深夜里，重庆有人在大学城的高楼外墙用投影打出过类似的标语。巨幅投影持续了整整50分钟，而肇事者未被找到。当时外界便震惊于重庆竟出现如此大胆直白的反共宣言。现在北京政权垮台，重庆终于迎来了火山喷发的时刻。这一次不再只是偷偷摸摸的投影，而是上万群众亲自走上街头，高喊出心底埋藏许久的愤怒。在人民广场中心，一座毛泽东雕像矗立多年，如今却被涌动的人潮团团围住。人们挥舞着写有反对独裁、结束暴政的旗帜，高唱当年红极一时的红歌，却把歌词改得面目全非，用来讽刺现实。有年轻学生举着标牌，上面画着漫画，一只胖大的老虎披着红旗，脚下踩着重庆火锅，锅里的人们在奋力挣扎。这幅漫画迅速被人群传阅，四处传播。重庆人以他们特有的幽默与火爆，表达着对统治者的刻骨仇恨。重庆的抗议者当中，有不少是普通市民和学生，他们不仅高喊政治口号，还列举民生疾苦。比如，有市民喊道：“我们吃不起猪肉，菜里全是辣椒。”还有人大骂：“房价比山高，工资比水低。”这些声音在山城狭长的街巷中此起彼伏，仿佛变成了一曲混杂着川渝口音的悲愤交响。其实，重庆人的怒火积累已久。这座直辖市近年经济发展虽看似不错，但大量依赖政府投资和房地产。早年薄熙来主政重庆时，大搞城市建设与唱红打黑，虽然表面繁荣，却也埋下了沉重的债务包袱。薄熙来倒台后，重庆的债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。据分析，重庆的隐性债务规模在全国也名列前茅，是风险最高的省市之一。几年前就有媒体披露，重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数千亿，尽管官方称不良率低，但学者指出那是以新债还旧债硬撑的结果。这2年全国进入偿债高峰期，重庆也难以为继。今年10月，重庆不得不发行422亿元再融资债券来还旧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重庆市每年大笔财政收入都拿去还债利息，本地民生开支被极大挤压。市民感受最深的是物价飞涨与服务缩水。重庆的自来水、燃气等公用事业费用在去年涨了几轮，公交地铁票价上调，
而与此同时，很多政府提供的补贴和福利却在削减。例如部分区县传出停发居民取暖补贴，虽然重庆冬天湿冷无集中供暖，当局以财政困难为由取消一些困难户补贴，还有的地方医保报销比例骤降，引发老人不满，市民口袋日渐干瘪，生活每况愈下，却眼看着达官显贵依旧前呼后拥，衣香鬓影，反差之下怨气越积越深。另一方面，重庆作为西南门户，战略地位重要，军队驻扎和武警力量都十分集中，这既是维稳的利器，也可能成为失控的火药。一旦中央指挥失灵，这些掌握武装的力量由谁调遣就是大问号。第5天中午，有谣言传出，重庆驻地的某集团军军长已经表态支持民众诉求，不愿对民众动武。这消息真伪难辨，但却如同在山城上空引爆了一颗惊雷，许多抗议群众士气大振，认为连军队都站在人民这边了。有人甚至开始组织所谓重庆自治委员会，呼吁地方官员与民众对话，共同维持秩序。重庆市委市政府大楼此刻大门紧闭，听说主要官员不是连夜逃往成都，就是藏匿在某军区寻求庇护。重庆出现了短暂的群龙无首局面，市民们占领着广场，高呼口号，而军警基本龟缩不出，只在要害部位设置了路障戒备，但没有主动进攻人群。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令人唏嘘的场面，穿着制服的交警站在路中央，居然向示威队伍挥手，示意他们安全通行。也许在这一刻，基层公务人员的心也和百姓站在了一起。重庆的高校学生这时也纷纷走出校园，参与到示威浪潮中。尤其重庆大学城的学生本就受投影事件鼓舞，现在许多宿舍楼挂出了白色床单，以象征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和对暴政的不满。白纸运动的记忆未远，一张张白布重新飘扬在校园上空，整个山城响彻着怒吼和歌声，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表达不满。重庆成为第5天民变风暴最壮阔也最震撼的一幕。至此，短短5天内，中国已有北京中央政权倒台，以及天津、郑州、沈阳、深圳、重庆5座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陷入了严重动荡和失控状态，其他地区也犹如多米诺骨牌般连锁反应，这就像是一场全面的帝国崩溃。第6天，全国经济体系终于承受不住接连的冲击，开始雪崩式崩盘。股票市场在过去几天里已经持续暴跌，如今干脆休市关闭，银行体系更是陷入瘫痪。不仅郑州，各大城市都出现挤兑潮，人们涌向银行网点和 ATM 提钱，但多半扑空，银行柜员早就关门落跑，取款机里也没钱可吐。支付体系的混乱导致商品流通几近停滞，现金为王的局面重现，中国经济瞬间退回现金交易时代。然而现金发行量有限，很快黑市上现金和黄金奇缺，物价飞速上涨，特别是食品和燃料价格在短短1天内飙升数倍，粮油店、大米店被人抢购一空，超市货架上的瓶装水和泡面转眼而空。一场全面的恐慌性抢购狂潮把本已紧绷的供应链彻底击垮。由于多地罢工和骚乱，公路物流严重受阻，许多运货卡车停在高速公路不敢前行，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的港口码头基本瘫痪，外贸停顿，外国船只纷纷避开中国港口，国际贸易链条断裂，人民币汇率也在离岸市场暴跌，一夜之间贬值几成废纸。国内民众甚至开始以物易物，用香烟、白酒来交换粮食和日用品。在一些农村地区，出现了农民用粮食作为硬通货的现象。大城市里，电子支付彻底失灵，手机支付码形同虚设，人们只能疯狂翻找尘封已久的现金。很多人跑到金店银楼，想用黄金饰品换取生活物资。可以说，第6天中国经济体系全面雪崩，现代化金融网络分崩离析。而经济雪崩带来的直接后果，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从艰难变成了生存危机。到了第7天，整个中国进入了民不聊生的至暗时刻，全国范围内普遍出现食物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短缺的现象。由于运输链断裂，很多城市的菜市场空空如也，蔬菜水果供应中断，
肉蛋奶更是难觅踪影，人们不得不排长队领取政府或好心人发放的有限救济粮。有些家庭揭不开锅，一天只能吃一顿稀粥，有的人家甚至开始挖野菜，捉野鼠果腹，令人不胜唏嘘。医疗系统同样濒临崩溃，大医院人满为患，却无药可用。许多医护人员因薪资拖欠早已罢工或逃离，慢性病患者买不到药，重症病人无法手术，医院走廊里传来阵阵悲痛的哭声，社会治安也降至冰点，各地盗窃、抢劫案件激增。第7天夜里，在华南某城市甚至传出发生大规模哄抢超市仓库的事件，上千名饿瘦的居民涌入一个大型食品批发市场，砸开仓库大门，哄抢米袋和食用油桶。警方赶来时也无可奈何，只得眼睁睁看着人群搬空仓库。有人感叹，21世纪的中国竟然闹起了饥荒。虽然这话未必精确，但足以说明很多地区平民百姓的困境。吃饱肚子成了第一要务，水电供应也变得不稳定。由于管理体系瘫痪，一些发电厂缺乏燃料或人手而停机，城市常常大范围停电。黑暗中，老旧小区的居民点起蜡烛，有的干脆燃起木柴取暖做饭。7天之内，中国社会从文明现代化跌入了准战乱式的混乱。更可怕的是，在第7天过后，整个国家正面临4分5裂的危险苗头。由于中央政府瓦解，各地权力真空，不少地方开始自行其事，甚至出现新军阀和割据势力的影子。例如在西北某省，一位手握重兵的军区将领宣布接管当地政府，实行军管，声称要维持秩序，保障民生。华南沿海某经济强省的原党政高官们则聚在一起，组建了所谓临时行政委员会。他们关闭省界，试图自保，不让外省动荡波及。东北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城市，则有武装走私团伙囤积军火，趁机壮大势力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或者内部分裂似乎已拉开序幕，普通老百姓夹在其中，更是苦不堪言。有的地方族群矛盾也抬头，比如西南某些民族地区趁乱要求更大，自治甚至独立，使得社区对立加剧。可以说，这场大崩溃不仅带来经济的雪崩，还带来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雪崩。7天之前，还被称作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国家，如今一片狼藉，生灵涂炭。那些在和平时期默默无闻的问题，此刻全部撕裂成血淋淋的伤口。失业的年轻人，被掏空存款的中年人，没有社保的老年人，处处都是唉声叹息。民不聊生这个古老的词汇，此刻成了对现实最真实的写照。回首这动荡的一周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何局势会崩坏至此？中国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，摩天大楼、大工程遍地开花，看似国力强盛、繁荣富足，为何承受不了一场政治风暴的冲击？其实，正如古人云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民心向背才是一切政权稳固的根本。多年来累积的社会矛盾，如同暗流涌动的汹涌江河，在高压的堤坝下憋屈已久。一旦堤坝决口，洪水便摧枯拉朽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们看到天津的债务黑洞，河南的金融丑闻，东北的经济凋敝，南方的产业外逃，各地此起彼伏的贫富对立与官民冲突，这一切都在逐渐蚕食着执政体制的合法性和公信力。统治当局一味维稳封锁消息，试图把问题压下去，却未真正解决问题，反而让民间的不满情绪如锅中蒸汽越积越压，终有爆炸之时。今年以来，全国各地群体抗争事件数以万计，仅被民间记录的就超过20万起。这些抗争有大有小，从城市到农村无处不在，从经济诉求到环保、土地、教育，各个方面问题皆有。尤其2025年，今年的抗争显露出一些新特点：一是数量和范围远超往年，遍地开花；二是绝望情绪更加浓重，失业青年、退伍军人、私营企业家等各阶层都陷入绝望而走上街头；三是政治色彩越发明显，越来越多抗议直接对准中共体制表达愤怒，这不正是王朝末期的征兆吗？古语说，天下苦秦久矣。当年秦朝暴政引发大泽之变，
陈胜吴广揭竿而起。历史上的朝代更迭中，每每都是民怨沸腾，统治者失尽人心之时，星星之火得以燎原。如今的时代虽不同往昔，但人心的道理亘古不变。或许有人认为以上景象过于悲观，真到了生死存亡关头，当权者未必不会殊死维稳，重拳镇压，或者军队一声令下镇住局面。然而我们也要看到，维系一个大一统国家的不仅是武力，更需要基本的经济和组织能力。一旦经济雪崩，官员离心，军心涣散，再强大的武装力量也难以有效协调运转。更何况在资讯透明的时代，当八方民变此起彼伏，谁来开第一枪镇压都是个大难题。一个城市开枪镇压了，消息传出去，反而更刺激其他地区群起反抗。大家都不想做那个替罪羊，结果高压镇压的机器就此失灵。当然，我们希望中国不要走到如此境地，毕竟那将是10几亿普通百姓的巨大灾难，民不聊生的乱世绝非任何人所愿。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如果执政者不顾民末，拒不改革，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，一旦临界点到来，大崩溃便难以避免。我们也许正在目睹一个周期的终结，一场体制的瓦解。从第一天北京权力中枢土崩瓦解，到第7天全国经济社会秩序陷入瘫痪，这7日图景让人不寒而栗。然而它绝非全无依据的幻想，而是无数现实问题累积之下的逻辑推演。最后我们不禁要为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发出一声沉重的感叹，当崩塌来临，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。我们在这短短1周内看到的民间疾苦，原本就潜藏在繁荣盛世的阴影下，只是不曾如此赤裸地暴露出来。或许在避免这种悲剧上演的最后关头，统治者能悬崖勒马，真正把民生放在高于维稳权斗的位置进行改革，化解债务与经济危机，给予人民以尊严和出路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让上述的7日崩塌永远停留在假设之中。然而时间在流逝，机会之窗正在关闭。如果错过了转圜的契机，那么今天我们描绘的这一幕幕场景，也许终有一天会变成明日的现实录像，那将是整个民族的悲哀。我们希望那一刻永远不要到来，但准备迎接挑战，总胜过措手不及。希望黎明的光辉能早日照亮这片暗夜中的土地，也愿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都能平安度过这场狂风骤雨，迎来真正安居乐业的未来。